少年看着美少女的睡眼，忍不住咽了下口水，短裙遮挡着禁区，然而下一秒他居然把被子盖在了人家身上，刚准备离开，衣服就被天音拽住，嘴里还嘟囔着不要走。好家伙，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嘛，他是想留我过夜嘛。但就在这时，阿九金感受到了天音的颤抖，想到战斗时天音的状态的确很不对劲儿，出于担忧还是决定留下来守护对方。他回想了一遍今天发生的事情，突然觉得不对劲儿，自己作为恶魔和天使可是对立的，为什么还要救他呀？那个时候袖手旁观才应该是最好的吧。不过真让他眼睁睁看着天音去死，他也做不到。阿九金开始怀疑自己该不会是个大好人吧，没想到对面居然出现了另一个自己。这个分身开始引导阿九金进行思考，你帮助敌人一定是有什么理由的吧，譬如什么爱上了对方呀。纯情阿九金瞬间羞红了脸，下意识否认了这个分身，但紧接着就被提醒，这种情况下女生最希望谁陪在她的身边呢？那当然是自己最喜欢的人呀。换句话说，被天音下意识挽留的阿九金就是他最喜欢的人。阿九金恍然大悟，原来那个躲在被子里的女孩喜欢他呀。刚好被子开始蠕动起来，他正准备一睹天音的芳容，结果万万没有想到，从被子里钻出来的居然是他的秃头班主任。阿九金被秃头班主任好一顿折磨，等到天音睡醒的时候，没有注意到床边的阿九金，就径直出去洗漱，回来后才看到满脸泪水的阿九金，嘴里还喊着老师我不要呀没得，也不知道是做了什么可怕的梦。此时的天音才终于想起来自己昨天晚上干了什么，顿时大惊失色，那么丢人的事情居然是他干出来的吗？既然这样，只能用这玩意儿消除阿九金的记忆了。然而他注意到了阿九金掌心的伤痕，回想起了昨天战斗时阿九金为了救他直接徒手接下了人偶的斧子，这是那个时候造成的伤口。天音心中不可谓不感动，跑去拿了纱布和碘伏给阿九金包扎。他不明白阿九金为什么要救自己，但就算不明白也无法压抑心中对阿九金的感激之情，傲娇的说了声谢谢。虽然阿九金这会儿还没睡醒，压根就没听见，天音却还在那里自顾自的决定给这个奴隶一些奖励。突然听见阿九金嘴里喊了句抱抱，什么？难道他想要我抱抱他？天音瞬间被羞耻淹没，可是这个奖励是他自己当初答应过阿九金的，作为天使怎么能够言而无信呢？关键是该怎么抱？这时天音注意到了阿九金的姿势，他双腿张开的地方刚好能容纳身材娇小的他坐进来，这样就像是阿九金抱着他一样。做了一番思想斗争之后，天音还是红着脸坐了进去，祈祷阿九金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醒过来，度日如年的数着秒，感觉差不多了，刚准备站起来，阿九金居然双手环抱住了他，而且两人的身体也紧紧贴在一起。睡梦中的阿九金还下意识嘀咕着兄弟你好香啊。天音像炸了毛的猫一样，却根本就挣脱不得，突然感觉到阿九金的身体似乎在颤抖，想到昨天他可是差点就没命了，此时大概也是出于恐惧在做噩梦吧。于是他默认了这个拥抱，还抱住了阿九金的手臂，和他贴得更近，甚至难得的感受到了安心的感觉。不过天音又想起来昨天阿九金委托自己办的事情，希望给项圈换个不那么招摇的颜色，让他能光明正大的去泳池和大浴场。天音便趁这个机会帮他消去了项圈的痕迹。弄好后一阵风吹过来，天音这才发现家里门上的玻璃碎了一块，上面还贴了一张阿九金写的纸条，写着抱歉我没钱赔你。阿九金没钥匙，只能用这种方式开锁。看到这个，天音开始疑惑，阿九金当时是怎么把晕倒的自己带回家的？那就只有一种方式了吧，公主抱。天音立刻羞得躲进了被窝，不知不觉又睡了过去。等阿九金醒来后，看到自己手上被包扎好的伤口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看天音还没睡醒，就干脆出去做了个早餐。两人之间的气氛是越来越好，虽然表面上还是在针锋相对。天音以为阿九金手受伤不方便，还准备亲手喂他吃意面，结果对方根本没有意识到，他只能把意面重新塞回自己嘴里。就这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早晨。两人一起出门去上学，阿九金却不打算去学校，而是先回家一趟冲个澡。天音心里不想跟他分开，嘴上却不肯示弱，表示幸好阿九金昨天救了他，不然那个项圈可是会爆炸的。当然他已经大发慈悲帮阿九金改好了
了颜色。一听到这个，阿九金立刻对天音感恩戴德，握着他的手不停感谢。而这一幕恰好被路过的西乡和广田撞见，并且迅速的传遍了整个学校。阿九金他们班上更是一片混乱，天音一进教室就被一群人摁着蹂躏。这一切其实并不是广田故意说出去的，他只是整个人都石化掉了，嘴里下意识嘀咕着自己早上看到的事情。阿九金和天音亲密的从移动公寓走了出来，阿九金和天音一大早就卿卿我我，自己的女神居然跟自己兄弟在一起了。广田大受打击，阿九金一开始还不觉得这件事有什么不对，反正也影响不了他，但仔细一想，自己来人间是要给魔界物色 idol 的，可天音传绯闻的话，那他以后怎么搭讪别的女同学呀？想到这里，他立刻向天音提出合作，一定要打消同学们的误会。紧接着两人就在教室里演了出戏，假装他们并不太熟悉的样子，可惜演技太烂了，瞬间就被周围的同学看穿。唯有超级漫画迷小乌松同学察觉出了不对劲儿，表示自己已经彻底分析完毕了，他们刚刚其实不是在演戏。来看看什么叫做企业级理解。刚刚的阿九金和天音看似只是在进行平常对话，但两人彼此保持了一定的社交距离。如果他们是在演戏的话，不免会有表现的不自然的地方，比如靠得太近或者离得太远。然而他们很自然的保有适当的距离，这说明他们并非处于稳定交往的关系，当然也还无法完全否定是在演戏的可能性。这种时候就需要再观察一下。教室里的阿九金就默默听着他们的对话，赶紧给已经出去的天音打了个电话，让他也听一听。众人正在那里讨论天音刚刚的解释，说是阿九金那天放学后发现了一栋很大的公寓，好奇的进入公寓探索，却遭遇不测，一边对抗袭击而来的敌人，一边寻找出口，但不小心碰到了陷阱，被关在了石头里一整夜，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碰巧被住在那里的天音发现。阿九金听完之后感慨，不愧是天音，简直聪明的令人发指。这种故事你觉得真的会有人相信吗？但编都编了，他也只能配合，开始狂甩衣服，散落出大理石碎屑。没想到那些女生居然真的相信了。不过西乡还是非常难缠，他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。午餐的时候把大家全都叫来了，亲手喂天音吃东西，然后问阿九金为什么一直在盯着他们看，难道也想被人喂吗？说着就撺掇天音去喂阿九金，结果天音还没来得及行动，西乡就自己扎了个小番茄递给阿九金。好家伙，你是当面撬墙角啊！实力派演员天音一把攥紧了手中的饮料盒，将所有的心情都写在了脸上。此时他的内心充满了愤怒与嫉妒，反倒是阿九金居然若无其事的吃了下去，这让西乡又有些不敢确定。再看他们两人吃饭时表现得相当自然，完全没有眼神交流，难不成真是有什么理由才会从同一栋公寓走出来的吗？不过西乡注意到了天音烦躁的心情，洞悉一切的他决定推这位好友一把，邀请阿九金在下一个休息日和自己单独出去玩。阿九金自然是欣然同意，一方面是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，另一方面也确实是无法拒绝西乡。两人在那天去逛了眼镜店，西乡各种诱惑阿九金，在抢后偷窥的天音把人家强的给抓烂了。西乡还把广田和古川也叫了出来，假装是在和他们两人约会，虽然几乎只是跟在阿九金和西乡屁股后面，古川还摇身一变成了那两人的 CP 粉，实际上他才是那个洞悉一切的人。已经看出来西乡是想让天音吃醋，所以故意当着天音的面感慨，哎呀，他们两个好恩爱呀。之后的一整天，阿九金和西乡都在像普通情侣那样约会，两人也一直相谈甚欢。看着那么和谐的场景，天音心里却很不是滋味，他已经不想再跟踪下去了。古川觉得时机到了，就告诉天音，与其这么难受，不如稍微诚实一点，面对自己的内心想法。当然广田也是，广田还在那里装傻充愣，随便找了个借口撤退了，只留下天音孤零零一个人，思考古川为什么会说出刚刚那番话，以及自己的胸口为什么会那么难受。难不成他真的在嫉妒西乡吗？自从上次两人差点亲上去之后，天音就下意识压抑心中那股奇怪的感觉，可现在他不得不开始思考那个心情究竟是什么。就在这时，那两人居然又转回来了，天音赶紧躲进了草丛里，没有想到草丛那边是水坑，他不得不坐在水坑里偷听两人的对话。听到西乡问阿九金和天音是什么关系，阿九金承认自己的确觉得天音很可爱，接着又说
说出了一连串他认为的天鹰身上的优点，被西厢评价你观察的挺仔细的嘛。而水坑里天鹰的身体散发出来的温度已经把这个池子变成了温泉。刚站起来又听到西厢问出了下一个问题，你会不会想跟天鹰交往啊？天鹰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答案，却听到阿九金回答他和天鹰是不会发展成那种关系的，而且他也有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所以绝对不可能。一盆冷水泼下来，天鹰激动的心情瞬间平静了下去。原来一直以来都是他自己一头热，人家阿九金压根儿没往那方面想。这时广田拿着2瓶饮料过来，明明是故意走过来的，还要装作是路过的样子，解释自己手里的另一瓶饮料是送给天鹰的。西厢立刻来气了，你居然背着我冲天鹰下手。广田解释，天鹰明明刚刚还在这里的，被西厢蹂躏了一番就被带走了。阿九金虽然觉得不对劲儿，但天鹰已经离开，回家泡了个热水澡就迅速躺回床上了，脑子里还在回想着阿九金说的那几句话，努力在心里提醒自己，我们可是敌人啊。然而到了半夜，天鹰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，那个人偶居然再次现身了。